富家公子第一次下乡谈生意，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只见一位花季少女正在紧张地为母牛接生。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个小女孩提着水桶艰难地从转角走出来。出于善意的本能，男人走上前去帮忙，却被他误以为是前来应聘的农场苦力，于是就被安排一起帮助母牛生产。男人本想澄清自己的真实身份，可情况10万火急，女人并没有给他解释的机会。幸运的是，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小牛仔有惊无险的诞生。女人这才恍然想起询问男人的身份。 How do you know for a second there I thought you were the suit? The what? Some hoity-toity company man supposed to come by later today and wave some money in my face. Is that so? Yeah, but ready to welcome him now. 看着墙上挂着的半自动步枪，男人把刚到嘴边的话又生生地咽了回去，因为他就是女人口中所说的公司代表。尼克是加州远近闻名的花花公子，在母亲的公司担任管理合伙人。虽然整天游手好闲、一事无成，但是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让他在女孩子的面前颇受欢迎。恰好公司最近在一个收购农场的项目上遭遇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母亲希望尼克发挥他的独特优势，来帮助公司化解这次危机。 What? You can get the contract signed this week? Listen, it is not that simple, Joseph. They haven't signed the contract yet. The owner of the property, she's difficult. That's where you come in.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deal to Van Aston Enterprise. Fine. What do you want me to do? Well, as far as I can tell, you've got one skill. Getting young women to do whatever the hell you ask them to. 尼克认为母亲的做法是在低估自己的工作能力，他没能给到自己应有的尊重，甚至对家人的生活也完全缺乏了解。然而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让他一时之间竟无言以对。 And if I don't? Well, then it all goes away. The title, the stipend, the hotel suite. And the Leo. You can't do that! 在权力的强压之下，尼克迫不得已接受了这个任务。虽然母亲给他的期限只有短短的2周时间，但尼克还是抱着势在必得的决心，踏上这次满是意外的乡下之旅。可没想到，刚到半路就遇到一个小小的波折。 Shit. My apologies, sir. These roads could use some work. 因为精心挑选的高端西装被咖啡弄脏，他只好换上管家儿子的一件简约 T 恤。虽然衣服缺少了西装的那份庄重与气派，但凭借着他出众的颜值与不凡的气质，即便是简单的 T 恤也被他穿出了别样的风采。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就是这个决定将彻底改变他的一生。尼克在暗自庆幸身份未露的同时，巧妙地试探艾拉是否对交易价格有所期待，而艾拉的回应却出乎他的意料。他坦言对金钱毫不在意。无奈之下，尼克只好将计就计，他决定暂时利用当前这个身份，先在农场中稳住阵脚，静待一个绝佳时机，以他的个人魅力赢得艾拉的芳心，然后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拿下这个农场。于是他果断给司机打去电话，叫他尽快找到那个叫曼尼的工人，并想尽一切办法拖住他，确保他不会在不合时宜的时刻出现在艾拉面前。然而茫茫人海寻人如大海捞针，正当司机一脸困惑的时候，却浑然不知真正的曼尼就坐在自己身边。 Manny! Oh, yeah, right. That's way too fast, Jerry. I still see a dirt spot right there. 司机再三确认他是要找的人之后，就把他安置到附近的一栋别墅。随后，尼克趁着空闲时间来到别墅与两人碰面，商讨接下来的计划执行细节。因为尼克从小就娇生惯养，对乡下生活一无所知，更谈不上繁杂琐碎的农场工作，所以他迫切地希望曼尼能够助他一臂之力。That's the tricky part, isn't it? You're gonna have to pay me a little extra, and I would love the master bedroom. Fine. 有了曼尼的幕后支持，尼克在农场虽然谈不上得心应手，但是也可以勉强蒙混过关，至少可以看得出他是在努力工作。不过也经常遇到一些棘手问题，这个时候他就会给曼尼打去电话，然后在曼尼的指点下，就可以轻松化解一些小麻烦。但是糟糕的工作环境和繁重的农场劳动，让他根本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魅力来博得艾拉的芳心。于是他就想出了一个自以为是的妙计，他故意将母牛饲料箱清空，这样艾拉下班回来的时候，发现空空如也的饲料箱，一定会认定他没有及时投喂奶牛，然后就会气急败坏地找他理论，而自己只需要在房间里静静等待，就会得到一个与他接触的机会。很显然，这个计划一切都按预想中一样，按部就班的执行。很快，艾拉就来领他去仓库搬运饲料。尼克先是对艾拉言听计从，然后巧妙地在搬运饲料的时候略施小计，差点就造就了一段英雄救美的经典佳话。但是从艾拉的眼神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并不吃这套。不过在接下来的交谈中，尼克意外得知一个重要信息：艾拉除了白天在农场工作以外，每晚都会去镇上的酒吧做兼职，以此来维系正常的农场开销。尼克自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个展现自己魅力的绝佳机会。
等待夜深人静之时，尼克经过一番精心装扮，悄然尾随艾拉来到那家酒吧。见到尼克的第一眼，艾拉显然有些意外。不过既然是客人，又是在下班时间，他还是礼貌地接待了尼克。尼克的别致的着装也吸引了艾拉的注意。接着，他又巧妙地切入了一些暧昧的话题，言谈举止间自然流露出一种优雅又不失风趣的绅士风度，让现场的氛围逐渐变得轻松愉悦起来。随着谈话的深入，艾拉的眼神变得深邃而柔和，不经意间还流露出一丝微笑。可惜的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个熟悉声音的出现，让现场的浪漫氛围荡然无存。What is going on? 原来是真的曼尼也来了酒吧。为了不让精心布置的计划功亏一篑，尼克急忙上前拦住了曼尼。好在曼尼没有虚张声势，但不巧的是，有个自称是曼尼朋友的醉汉也过来一起凑热闹。好在他只是对尼克的装扮感兴趣，并没有什么其他过激行为。但是，一旁正在清理吧台的艾拉吸引了他的注意，他带着挑衅的眼神缓步走过去，欲对艾拉行不轨之事。尽管艾拉极力反抗，但是醉汉却依旧不依不饶。 She said let go. What are you gonna do about it? Ouch! 就这样，两人在酒吧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直到艾拉厉声制止。无一例外，两人都被赶出了酒吧。幸运的是，经过这件事之后，尼克的计划不但没有暴露，反而让艾拉对他产生了一丝好感，而尼克对他的看法也似乎有了微妙的变化。第二天，尼克盯着烈日帮艾拉清理仓库，艾拉特意送来精心调制的冷饮，以此作为对他辛勤付出的最佳奖赏。这不仅仅是一杯冷饮，更是两人感情升温的甜蜜见证。就在这无比温馨的时刻，尼克的目光被一个尘封已久物件吸引，他迫不及待地掀开车衣，一辆经典哈雷摩托悄然出现在眼前。对于钟爱收藏摩托的尼克而言，无疑是意外之喜。他眼神中闪烁着喜悦的光芒，仿佛在与一位久违的老友重逢。 It was my dad's. Yeah, he died 3 years ago. Oh, I'm sorry. It's okay. 尼克深知失去父亲的痛苦，他劝导艾拉要以豁达的心态面对生活，并告诉她时间会治愈一切伤痛，好好珍惜当下的生活，就是对逝去亲人最好的怀念与致敬。艾拉的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暖流，她不禁开始重新思考，这个男人原来并非她想象中的粗犷汉，反而是一个内心温柔细腻的大男孩。为了答谢昨晚在酒吧的舍命相助，艾拉邀请尼克晚上去家里做客，和家人一起共进晚餐。从那以后，尼克不仅成为了艾拉坚实的依靠，也成为了家里不可或缺的一份子。农场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变得更加欣欣向荣，不仅环境变得更加美丽宜人，更重要的是这里充满了爱与希望的气息。而尼克开始慢慢习惯了这里的生活，他对农活也越来越得心应手。随着时间的悄然流逝，他对艾拉的感情如同细水长流，汇聚成河，愈发汹涌澎湃。他的每一个眼神，每一次微笑，都如同温暖的阳光，穿透他内心的每一个角落，让这份爱意不可遏制地生长。这也让他忘记了来这里的本来目的。距离母亲最后期限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司机也开始劝他尽快行动起来，实在不行就多花点钱来解决问题。如果一直在这里消耗时间，就会增加任务失败的风险。曼尼也觉得不能再拖下去了，应该早点和艾拉坦白一切。时间耽误的越久，所带来的损失就会越大。然而尼克却迟迟下不了决定，因为他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艾拉。正当尼克陷入密如乱麻的纠结之中时，艾拉将他带到了一个特别的地方。这个地方承载着他美好的童年回忆和源远流长的家族历史。满山遍野葡萄藤是他曾祖父从法国移植过来的。从几年前开始，农场的效益一直开始下滑。父亲本想打算好好利用这些葡萄，把农场改造成一个葡萄酒庄。遗憾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却夺走了他的生命，这也成为了他一生的遗憾。接着，艾拉和尼克分享了父亲亲手酿制的葡萄酒，在酒精的催化下，一股莫名的酸楚涌上心头。What's going on? I just don't know how much time we have left here.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We've been drowning in debt for months, and I don't see a way out. I can't tell you how helpless I feel. Some big city company wants to buy this land for a shipping facility. 尼克试探性地询问艾拉为什么不接受收购，然后拿这笔钱买个更好的农场，过上安逸的生活。然而艾拉的回答充满了深情与不舍。对他而言，这片土地并非物质上的享受，它是情感的寄托，是灵魂的归宿，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因此，他宁愿承受一切辛劳与困苦，也要让这份珍贵的记忆得以延续，让爱与希望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尼克深深地叹了一口长气，眼角闪过泪花，眼神中充满对艾拉深深的敬佩与爱慕。他仿佛在这一刻看到了他灵魂中最耀眼的光芒，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冲动。他抬起手，温柔地托住艾拉的脸庞，深情地吻了上去。
这个吻温柔而又不是热烈，它像春日里的一抹阳光，穿透了所有的阴霾与寒冷，融化了两人之间的防备与隔阂。然而就在这无比浪漫的时刻，艾拉突然想起了病中的母亲，因为身患绝症，母亲每天这个时间都需要服用药物来减少身体上的痛苦。艾拉急忙赶回去看望母亲，尼克还未在先前的温馨氛围中缓过神，就立马紧随其后。但当艾拉赶到的时候，母亲因为病情突然恶化，早已不省人事。突如其来的意外让艾拉不知所措，她声嘶力竭地向屋外呼喊，寻求帮助。闻声赶来的尼克急忙抱起艾拉母亲，奋不顾身地冲出屋外，第一时间将她送上去往医院的卡车。望着艾拉离去的背影，尼克的心中涌起了一股难以言喻的自责与懊悔。他意识到自己原本精心策划的一切，或许正悄无声息地伤害到一个本应该充满欢笑与温馨的家庭。他深知有些错误一旦铸成，便可能成为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于是他愤然将母亲的收购合同彻底撕毁，然后毫不犹豫地挂断了母亲的电话，并下定决心要以自己的双手为艾拉开辟一条走出困境的道路。然而命运的波澜并未就此平息，隔天尼克母亲便亲自来到了农场。他目光如炬，先是直接而犀利地剖析了农场当前的困境，字字句句都透露出对现实的清醒认知。同时他也表示愿意提高收购的价格，并信誓旦旦地告诉艾拉一家人，你们现在要么接受收购，开启一个崭新的生活，要么就等银行来没收农场，然后无家可归。面对如此重大的决定，母亲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尊重与信任，她将决定权交到了艾拉的手中。可艾拉并没有给出对方所期待的回答。 You have 24 hours, dear. This is the best choice and you know it. Don't let your pride get in the way of a smart decision. I'll see you to the door. 确认母亲开车离开后，尼克心急如焚地赶到艾拉面前，满怀诚意地表达了自己的歉意，言辞间透露出他迫切希望弥补过错的决心。他诚恳地提出愿意伸出援手，与他们并肩作战，共同跨越眼前的难关。然而艾拉的情绪依旧未能平复，她不但没有领情，反而恶狠狠地将尼克一把推开。 But the only thing I know for sure right now is that you're a great liar. I only lied about my name. You lied about who you are. Kelly, I had no idea who I was. Till I met you. 虽然艾拉没有给出尼克所期待的回应，他选择留给艾拉足够的时间平复心伤，自己默默地在背后四处寻找解救农场的办法。他把上次喝剩的葡萄酒递给司机，司机先是用鼻子探探味道，只是觉得还不错，就交给曼妮品尝。曼妮出尝之下，眼中瞬间闪过一抹难以置信的光芒，她仿佛被这份醇厚与细腻彻底征服，惊叹之声脱口而出。This is the greatest wine I've ever tasted. What is that? 再三确认这瓶葡萄酒确实是农场酿造的之后，三人灵感迸发，想出了一个精妙绝伦的办法。他们将酒送往了业内知名的专业品鉴机构进行权威鉴定。在品鉴室内，经验丰富的品酒师轻轻旋转着酒杯，细观其色泽，轻嗅其香气，随后缓缓品尝。那一刻，葡萄酒的丰富层次与独特风味在味蕾间绽放，令品酒师不禁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尼克很快就把他们的想法告诉了艾拉，并用诚恳的态度说服了他。隔天，艾拉就领着品酒师来到葡萄园，进行了一场深入而专业的实地考察，随后又来到地下酒窖，经过一番细致品鉴，品酒师当即对艾拉的葡萄酒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当即向艾拉发出了租赁邀请。因为葡萄酒足够优秀，所以他们给出的报价不仅足够帮助农场渡过难关，而且还能让他们往后衣食无忧。随着时间的推移，艾拉的葡萄酒品牌逐渐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喜爱与追捧。它不仅成功帮助农场实现了从困境到繁荣的华丽转身，更带动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为当地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艾拉与尼克的名字也因此而声名远扬，成为了葡萄酒界的一段佳话。而他们背后的农场则成为了无数人心中向往的圣地，一个可以品味生活、感受美好的地方。